大家好，我是开心。本期的影片超级精彩，内容很多，有奇幻的八仙过海，也有扔大饼玩法，还有青州地图的很多有趣玩法，大家可以放心看完。不过我猜大家最感兴趣的就是新武学梨园，所以咱们就从梨园开始吧。为了测试梨园到底有多厉害，我把整座山的怪都叫来了。这是梨园三音律中的一种，直接用鼠标点可以造成超大范围的伤害。梨园与萧银千浪结合，可以说是清怪神器。这里开心顺便教大家一个无限刷材料的方法，你只需要点击试炼，进去之后不用打，直接退出来，这里的怪就又刷新了。此方法适合任何据点。刚才咱们是吹了笛子，这次咱们不吹笛子，看看梨园武学的清怪能力如何。可以看出，他的清怪能力是燕云现在所有武学里的第一名，无人能敌。对于喜欢玩单人世界的玩家，梨园武学无疑是最爽的武学。虽然是群攻技能，但伤害一点也不弱，甚至可以秒杀 BOSS。先用扇子给自己加18%的攻击力，然后切梨园武学。阿剑的作用是给自己加护盾和攻击力，同时还能让敌人气结，方便你处决。这个 BOSS 有3管血，注意看，梨园只需打1套连招就足够清空 BOSS 的血量。这是控制技能锁定，紧接着打节拍造成大量伤害。阿剑的作用主要是给自己加护盾和攻击力，不过我在实战中发现，它往往会让敌人气结，方便你处决。接下来我们欣赏薄楚玉的精彩招式，这是晴川的 BOSS， 国际服下一张地图就会出，她是主角少东家的亲姐姐。这个特效做得很好，像是某个宗门的掌门正在御剑而行。我看评论区经常有粉丝评论说，特别喜欢我这张脸，尤其是大大的眼睛，太有辨识度了。注意看，我给你们来一招孔雀开屏，皆为王土。怎么样？背对着 BOSS 也能将他秒杀，这就是梨园的自动追踪锁定功能。姐姐的这招不死斩大范围清怪招式，我好想学习。这一刀下去，整个据点的小怪全都给清了。你藏得住吗？我的暴力姐姐白楚玉，唉，算了，不打了。破是破碎。梨园有3个音律，刚才咱们已经讲过，直接点鼠标是大范围伤害，R键是加护盾和气结，Q 键是加沉默。梨园的武学可以用一句话概括：丝带控制加音律攻击。现在咱们来试试 Q 键的沉默。其实这个 Q 键沉默跟刚才的阿剑气结真的很像，有时候傻傻分不清，因为它俩都会让敌人跪下来保持不动。8年后有谁叫好内容？看嘛，怎么都不说话了？这是扇子的蓄力技，瞬移中可以无敌，类似骑龙回马的效果。最
后，我讲一下梨园的起身。一，当你起身的时候，会自动获得30%的减伤。二，当你敲击音律的时候是无敌的，这个设定极其变态，所以你只要把鼓敲起来，就丝毫不用惧怕怪会对你造成任何伤害。第一步，丝带控制；第二步，节拍打怪，这就是梨园。最后给大家看一下梨园的技能以及心法。我其实对这些文字的东西都懒得看，因为我刚才已经给大家解说了。但架不住国际服的玩家喜欢研究，那我还是放给大家看看吧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暂停，然后截图回去慢慢看。扇子这个简单，无非就是加攻击力18%。梨园的主要武学是在武灵谷上面，就是刚才的一边丝带控制，一边用音律攻击的武学。扇子武学的顺序是先用波浪特殊键加强，然后再释放 Q 键武学技，这样能获得最大伤害加成，总共可以增加18%的攻击力，以及减伤30%。所以梨园武学其实就是千香引魂骨的攻击、陌刀的气盾防御、八方风雷枪的减伤，这三者合为一体，并且还多了控制技能以及群攻伤害。而且梨园的武学冷却时间极少，只需10秒左右就可以冷却好，可以做到无限续杯。但是要想收集足够多的能量，还是有点难度的。不过我可以教大家一个绝招，你只需要点击试炼，进去之后不用打，直接退出来，那么这个能量直接就满了。用这个方法在单人世界特别爽，因为可以无限刷怪和刷材料。这个技能也是我比较喜欢的，长按鼠标键就可以开启电风扇模式。在旋转之后会随机敲响一个音符，增大杀伤效果。这是梨园的谢氏动作，还是挺帅的。接下来我们聊聊梨园在生活中的具体应用，你可以用它来割竹子以获得原木。吃七宝素斋可以提升获得原木的概率，在大象国寺那棵树下可以购买。点击试炼，进去之后不用打，直接退出来，这里的竹子就会刷新。此方法不仅可以无限砍竹子、无限割麦子，也可以无限刷据点小怪，以获得无限的材料。大家可以找个据点验证，我之前解说过这个攻略，这里就不再重复了。看看竹子是不是又刷新了？不仅是砍竹子，割麦子也是同样的方法。你只需要点试炼出来，这里的资源就可以无限刷，吃到你撑为止。当然，开心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，效率更快。你只需要装备上10方破阵，然后用梨园的武学技敲一下，切换到陌刀拖着地跑就行，效率堪比大型收割机。割麦子可以做成烧饼，烧饼可以去宵禁库卖宝钱，宝钱可是个好东西，它能让你不花1分钱就可以轻松获得时装坐骑、武器外观以及8音鞘。而你只需要用试炼的方法无限刷麦子，然后做成烧饼去卖，迟早会获得自己想要的外观和坐骑。此外，你还可以去打协力清剿和5人副本，有概率掉落紫色武器外观，一件能卖50万宝钱，这种来钱更快。还有一种快速获得袅袅之音的方法，你只需要打开地图，左下角有个标点筛选，你搜索以武会友，地图上就会显示，每击败一个，你就能获得一个袅袅之音。
等你把以武会友打完了，再去搜四海豪客。同样的，你每击败一个，就能获得一个袅袅之音，这样一圈下来，你就能收集几十个袅袅之音。就算拿保底，也能混1到2个8音鞘。然后你继续搜野外首领，一圈打下来，心法就又到手了。打不过也没关系，邀请别人联机跟你一起打，很轻松就能完成。地图会自动给你标记以武会友的位置，非常方便。这袅袅之音也太好拿了。此外，如果你不知道还有哪些地方能拿袅袅之音，你就直接点击，上面会有提示，不甘商店或者其他商店也能获得大量袅袅之音。像这样抽不到也没关系，反正我还差10几次就保底了，到时候给大家录一期影片。哦，对了，合鸣里面可以用长鸣玉直接买袅袅之音，所以长鸣玉也是个好东西，大家要多多开宝箱，还能获得探索度。国际服的朋友可以试试我这个方法，先用接附刀法吸一下，然后切换到9重春色伞，这样就可以大范围收割竹子以获得原木。割完竹子后，点击试炼进去，不用打，直接退出来，这里的竹子就又刷新了。反正竹子可以无限刷，你根本不愁原木。如果你喜欢建造模式，这个方法对你会很重要。说起这个方法，我都觉得好笑，原因是这个方法之前被官方修复过，但是没过2天，官方又主动把它放了出来。换言之，你以为发现了游戏的漏洞，其实是官方故意放水给你的啊！你不会天真的以为叶云官方不知道吧？毕竟人家有着几百人的团队，全天24小时盯着，那些影响游戏平衡的漏洞，基本上就是秒封，最多不会超过1个小时。而这种砍竹子是在你的单人世界，并不会影响游戏平衡，所以官方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毕竟官方知道土木中玩家对材料的渴望，所以让你心里有一点小窃喜，以为是自己得逞了。原木和粗矿石是建造需要的2大核心材料。刚才那个竹子是挺好弄的，主要就是这个粗矿石，需要你一颗一颗的捡，位置就在开封下方的鸿沟谷区。我建议大家像我这样一边跑一边捡，效率会快很多。而且按 V 键用听风辨位，可以很容易发现粗矿石。如果你被 NPC 海捕了，不要慌，你只需要点击返回登录界面，然后再次进入游戏即可。你会发现捕快消失了，你身上的通缉令也消失了。而如果海捕你的是玩家，你同样可以用这个方法，但是此时需要比拼谁更有耐心。有的玩家看你跑了，他也就不抓你了，但是有的玩家就是赖着不走，那你就只有和他痛痛快快的打一架了。不过好在河西输了不用坐牢，所以现在的玩家都比较有素质，上来就要带你去河西旅游。如果你要去做海捕任务，最好是礼貌客气点，好好跟对方说自己是要做任务，请对方帮帮忙。一般情况下，对方都会站着让你打，说不定还能成为好朋友。而如果你是上来就开干，那就比较尴尬了，被对方揍得鼻青脸肿，最后灰溜溜的离开，丢了面子。哦，对了，刚才忘记跟大家说梨园的套装和心法。简单来说，攻击套装可以提升6%的伤害，防具套装可以使自己受到的伤害减少6%，加上梨园金色心法象和歌，它可以让你减伤30%，加上套装效果就是减伤36%，可以说梨园的生存能力还是非常强悍的。此外，香河歌可以加攻击、加防御、加沉默、加气盾、加减速，反正就是什么都加。它是梨园武学必带心法。至于其他3个心法，一个是扇子心法，其他几个都是武灵谷心法，无非就是一些加攻击的效果，无脑入就行。这里开心教大家一个技巧，这些乱七八糟的文字看得我头都晕了，其实你只需要看这几个小字就行。比如风之翼心法，它写的是进攻、增伤、辅助，这玩意你一看就懂。再比如这个咸墨篇，它写的是增伤跟恢复，所以你不需要去看那些大量的文字，大概明白什么意思就行，把心法升到满级就行。还有这个寸草心，它写的是进攻、减益、叠层，你大概就知道它是给敌人施加负面效果用的。还有我不知道这是玄学还是什么，反正我每次进入协力清剿调绿装备的时候，都很容易出推荐词条，大家也可以去验证一下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每次进协力清剿只能调绿1件完整的装备，而如果你想要调绿第2件装备，就得退出来重新进一次协力清剿。
其实我觉得转绿也挺好的，能100%将词条转到你想用的流派。对于咱们大多数玩家来说，你只需要知道推荐词条就行，不需要去深入研究什么敏啊静的，毕竟差距不大。而如果出现一些奇数增伤或者武学增效的神词条，那肯定是要留着，反正玩这个验鱼游戏越简单越好。这就是我的协力清剿调律法，大家可以试试，完全没有科学依据。接下来咱们看看有哪些好玩的。第一个就是5·1假期，各大 NPC 都躺平了，这时候我们只需要用大饼砸它，就能让 NPC 起来营业。这个转大饼的动作，我怎么感觉跟东北2人转很像啊？每年的5·1长假，叶云都喜欢搞一些限时奇数。之前的是黄金期，跪下就能直接秒通关 BOSS。这次的耍大饼也是一样，可以秒通关 BOSS。国际服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奇数的介绍。其实只有一些低级 BOSS 可以用大饼直接通关，而对于那些强大的 BOSS 是没有效果的，所以这也不算破坏游戏平衡，顶多就算是个娱乐节目。你要知道，陆服新出了一拳超人武学，一拳就能打出50到100万的伤害。打这些低等级 BOSS， 其实只要一根手指头就能戳死。国际服的朋友也别不信，陆服现在就是这么变态。天下长平，不知饥馑。不知饥馑，那好，我请你吃个饼。荣媛姐姐，东北2人转演员来喽！为什么这次出的是饼？因为山东大饼青州地图刚上线，我估计下次就得出蛋炒饭了。因为6月份会出江南新地图，杭州蛋炒饭还是挺有名的。蹲下通过这个桥会有彩蛋，当时我看到这个路牌，想都没想就直接过去了，也怪我单纯，毕竟这是在浩克山东。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，腿却站不起来了。原来上当受骗的玩家这么多，我就一直这样蹲着，根本站不起来。后来我灵机一动，召唤来我的坐骑，但是万万没想到，系统竟然强行把我按到地上蹲着。不过我很快发现这样挺好玩的，因为我的速度加快了。大家看我的这个视频，我绝对没有加速，我这也算是因祸得福，白嫖了飞毛腿技能。使用坐骑依然没办法解除下蹲这个动作，于是我又想到了，我这个坐骑还可以当游乐园玩，没想到竟然真的解除了异常状态。唉，所以说我这个青鸟坐骑买的还算挺值的。当初我是抽鸟鸟之音，保底出了2颗8音鞘，然后我就用那2颗8音鞘兑换了这个坐骑。但是你们没有青羽逐天这个坐骑怎么办？其实方法也很简单，去找小17帮你解除就可以啦。你看，这不就站起来了吗 ？So easy。如果你们也想体验下蹲的快乐，可以来到青州历城台阶碑这里，附近有个小桥的位置就是。接下来我带大家看看陆服最近又出了哪些有趣好玩的动作。1. 氧气拳，双人动作，快速出拳，然后单腿下蹲。这个动作如果在现实中，那还是有一定难度的，全身的重量要集中在一条腿上面，而且还要保持全身的平衡。2. 五行8法拳，动作挺帅，适合拍照。3. 里面请，适合开店营业。我知道大家对后面那艘船感兴趣，等我忙完这2期影片，打算专门做建造模式。这个想法我已经想了1年了，奈何这段时间燕云更新的内容实在太多了。我的计划是先忙完更新，再安心去做建造模式。这个哥俩好的表情，我觉得更适合情侣之间调情用。曾经有一段真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，我没有去珍惜，直到失去后才后悔莫及。这段动作明显是致敬了《大话西游》里至尊宝和紫霞仙子那段。不过这些动作无聊的时候，可以和好友打发时间用，但前提是你的好友也跟你一样无聊。
杀马步的动作可以在同游商店购买，还有这个射箭装死的动作也挺搞笑的。这些动作在单人世界确实很无聊，所以你去多人世界的活人医馆，那里人多，应该挺热闹的。等做完这2期影片，我再解说我这个建造模式，绝对能让你震撼。这个动作是最有大侠风范的，获取方法是搜集河西玉门关的宝箱，所以我猜国际服玩家现在应该已经有这个动作了吧。后面是我建造的直升飞机和马路汽车等建筑，本期内容太多了讲不完，所以留到以后再讲。这是新地图青州的送礼玩法，青州也就是山东的泰山。在这个玩法里，你需要拉着马车去给 NPC 送礼，他们要是敢不收，你可以动手揍他。拿回去，快拿回去啊！干哈呢这是？就这么点东西，那给俺可是让走了，那不送了。这个玩法其实也简单，你只需要按对应的按键就能击败 NPC。反之，你要是输了，就会被 NPC 一顿胖揍。那干哈啊？俺还能都留下吗？干什么这是？害俺走了，那不送了。这个赢了是会有一些小奖励的，完成这个任务可以获得梨园的寸草星星法。拿回去。哎呀，俺走了，你别送了。没想到送礼还送出气来了，就跟你和你的朋友抢着买单一样。注意看这个竹林，这是陆服新出的消银千浪的奇术特效，一片竹林的特效还是挺好看的。这是新地图青州的鸟瞰玩法，按巨键可以化身为鸟，在天空中自由的飞翔。对于有大轻功的你，自然是不需要，不过把它当做一个小玩意儿，还是挺有趣的。会长腿跑路的宝箱，总的来说，青州的玩法新鲜有趣，肯定是要比开封清河好玩。毕竟很多玩法都是新鲜的。我还是头一次在燕云里看见苹果树林，这也是青州地图独有的吧？现在陆服玩家的讨论就是青州适合养老，是一处世外桃源。带大家去看看青州地图的大海底下长什么样子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这玩意儿你别看它是大海，其实跟清河的小池塘没什么区别，海其实一点也不深，而且这个大海它其实就是个摆设，看着挺大，其实你根本去不了。之前是我太天真了，我以为可以在大海上划船，原来官方只是想占有我的存储空间。那边是未开放地图，有高架桥和孔子石像，大概1个月后更新，到时候我再去给大家录一期影片吧。然后这就是青州的风筝玩法，按击键就可以跳到风筝上开启宝箱。哎，这玩意之前官方的宣传的是可以把风筝当坐骑，原来就是这种玩法，我还以为可以骑着风筝到处飞呢。要是让我来当策划，我就让玩家骑着风筝到处飞，好好的一个游戏创意，结果你把风筝停在这里不动，那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家今天手干嘛？陆服的朋友可以用这个全甲武学，自带螺旋桨可以飞天，确实很爽。
还有，我今天也是好奇心来了，我想知道把牢里的 NPC 杀了，这里的官差会不会来抓我？正好我想看看青州的官差长什么样子。首先赶来的并不是官差，而是文经馆的弟子。直到我把这里找得天翻地覆、尸横遍野，过了5分钟左右，捕快才赶来前来抓捕我。结果我定睛一看，整个人都懵了，这不就是清河的捕快吗？看来他们管的倒是挺宽呀，难怪过了5分钟才过来，路途确实有些遥远。现在我们搞明白了，清河捕快不只是管清河，包括不见山地图以及青州地图也都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，对应的就是现实中的河北加山东2省的捕快。好在花点小钱就能出去，所以坐牢了也不用怕，只要你带足银子就行。青州的这个爬树挺搞笑的，螺旋式上升。这是新出的武器外观山东大葱，其实它是陌刀，6元就能拿下，用了折银券只需3元。不过因为我玩的是梨园，所以这武器我用不上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本来是想解说8仙过海的侠机任务，但是粉丝们现在正在等更新，我先把这个影片发了，下期影片咱们讲8仙过海的故事。我是开心，拜托大家点赞支持，鼓励我做出更好的内容，咱们下期影片再见，记得打开通知铃铛，这样我一更新，你那边就能立刻收到通知，不然的话，我就算更新了，你们也有可能会看不见。最后分享一个小技巧，有界碑的地方必定有金色蝴蝶和宝箱，所以大家开界碑的时候，顺便就把蝴蝶抓了，把宝箱开了。我什么也得收去。哎呀，这个亲娘的，你